大家好呀，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久坐腰痛？还有就是颈椎痛，对吧？由于工作或者是游戏玩的比较多，反正不管怎么样，是一个久坐的工作，导致这些疼痛的话，一把好的人体工学椅是非常必要的。我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这次就巨资购买了这把宜家的这个顶级的人体工学椅啊。然后我在这期节目里面呢，首先我会直接分享一下使用体验，对吧？它如何去使用，然后后面就是也花絮，就是如何去 IKEA 把它给采购回来。另外就是我有个快速组装的一个过程跟组装的一些建议。好，现在就开始看我们的使用体验吧。好，现在这个椅子已经组装完毕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能调节的地方有哪些。首先这是扶手是能调节的，因为我身高比较高，我可能直接调到最高点，对吧？然后这个头枕前后是可以调节的，我直接调到最高，然后它这个上下也能调节，对吧？然后这个自动调到最适合的角度，然后这里打开这个开关是可以开启后摇，可以开始后摇。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腰部空间，对吧？这最高升到这么高，最高可以升到这么高，一般用不到，可以降到低一点，我这个2档就可以了。好，它这个唯一的这个椅子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能，就是这个坐垫它是不能前后移动的。像之前那个那个儿童椅的话，那个椅子就可以坐垫可以前后摇，这后背贴合度也是不错的。另外就这样子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放松颈部跟腰部，它这个腰部的支撑，因为它整个是一块硬的板，就是比较硬的一个海绵，也比较突出，所以说对腰部支撑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当然它也是有这个正常的这个升降椅，这个弹簧，这7磅。看到这是最低是比较低的，我觉得不需要这么低。划分程度也不错。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如何去采购一把适合自己的椅子啊。首先我是在宜家的官网上发现这个椅子首先发现它的原因，首先它是最贵的，对吧？首先，其实我们发现椅子方式并不是在网页上去逛，去网页上去详细看它的参数。比如这把椅子，对吧？可以看见，这个有头枕，有腰，这个腰的靠背比较大，然后这个感觉这个坐垫也不错，对吧？但实际情况呢，还是我们需要线下去体验。在线下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丹麦这边这个商场里面只看到这一款白色这一款，像这个黑色这款呢，它的材料是一样的，是颜色不一样，但是丹麦它没有卖，可以看到它这个。超市里面超市里面是没有货的，但是可以网上送货。然后还有一个更昂贵的一款，这个是牛皮的，但是我看了一下评价，就这东西说是不透气，而且就这东西做的有点滑，就是屁股的摩擦力比较小，价格还贵500块钱。所以说目前线下能买到只有这一个款式，所以说而且这个就是做的这个感觉怎么样，一定要去线下去体验一下，对吧？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构造也都不一样，对吧？这个身高不一样，而且这个叫什么屁股的尺寸也不一样，包括你这个腰垫支撑性你还去测试不同的椅子。后来选中这把椅子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去试了也是去宜家线下去试了所有的椅子之后呢，发现这一把是做的最舒服的，虽然它也是最贵的，对吧？它各项参数呢，对吧？大家也可以这里去详细去看一下。然后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些参数可能就在这里比较重要的参数大概是什么呢？是这个离地间距，对吧？这是最低是68公分，最高到78公分。这腰的这个靠垫这个实际效果呢，还是靠实际去体验吧。这个在看这个参数是很难去体验的。这个像离地间距这个68公分呢，就保证你这个就什么你的小腿的这个长度一定要比这个稍微高一点或者一样，不然的话就是你这个小腿太短的话，你可能坐这椅子并不是特别的舒服这个椅子是偏大的，所以说稍微壮实一点的坐也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为什么需要换一把椅子的原因我之前的那把椅子呢是这一把。之前我们在宜家线下去体验的时候呢，发现这把椅子就是所有的
500元左右的椅子中，这款是坐的最舒服的。首先，它有一个比较好的靠垫，对吧？这靠垫对腰肢有一定的支撑性，但支撑性并不是很好。可以看到它这个腰垫跟着下面这个下腰这一部分啊，有比较大的空隙，就是你坐1-2小时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如果你坐这个椅子一口气坐4个小时，或者坐6个小时，你会发现这个椅子就完全提供不了太多支撑性，而且它两边没有扶手。而且我去退它的原因是原价退掉的啊，原因是这个是它下面就是螺栓已经穿透了这个垫子，对吧？我在屁股这个明显可以感觉到这螺栓在硌我的屁股，所以说就去宜家，它服务态度还是非常的好的，直接就退掉了。我们在后面的视频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在今年3月份去买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是椅子400多块钱买的，现在还涨价了，变成500多了。这可能是线下中比较畅销的一款椅子，对吧？它有不同的颜色，我们当时觉得绿色比较好看，对吧？如果大家喜欢的，也可以去尝试。但这把椅子呢，就是不适合长期的这个久坐工作，就是不太适合。我觉得就适合这种短期的，可能1到2小时之内的，需要临时的坐的这种椅子，在公共区域摆放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但作为居家使用的话，可能就是并不是特别适合，比如说打游戏啊，或者伏案工作啊，非常不合适。你看这把的椅子呢，就是会好很多，但是你身高最起码在1.7米以上，可能才比较适合坐这把椅子。如果就是身高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去宜家去试一下它不同系列的其他椅子，就找到最合适的椅子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个线下的实际购买体验吧。这把就是让我之前腰痛的椅子。刚刚那个椅子已经退掉了，我们要即将去买新的椅子。来，我们的小推车。让我想一下。退完椅子之后，现在我们在仓库去取这个新椅子啊。像这把新椅子，它是有2个比较大的包装。现在我正在测试，在那个宜家的小推车上能不能把它给打包带走。现在目前看是可行的。然后通过这个，然后坐公交车把它给拖回家。千里迢迢，免费公交车，付费公交车，最好的货车就是公交车，20块搬到家。办公椅啊，对吧？上面说了不要使用小刀，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要用刀开一下这个扣子，但是要注意不要划伤椅背。这款是它一个比较贵的这个办公系列，然后在国内是2000块钱，在这边2500。唯一的区别可能这边售后可能稍微好一点，方便一点。这椅子也挺重的，可能就是国内运费可能便宜一点。运到这边可能运费比较高，所以价格打的也比较高一点。从这部分开始，我们开始加速去播放这个组装的过程啊。后面其实开始就是先装这个轮子啊，轮子比较好装，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也没有什么螺丝固定，比较方便。然后后面就把气棒直接放上去，它也不需要任何螺丝的固定，也是很方便。然后后面就开始装这个底盘。它这个2个箱子，就是这个箱子，因为它这个后面这靠背比较大，所以额外用个箱子去装，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重啊。好，这是通过一系列测试，终于把这个底座给装上去了。可以看到这个底座它是不支持前后移动的，所以直接拧上就可以了。这是它这个椅子唯一一个缺憾啊。这个椅子售价是2500克朗，大概不到300美金吧。但是这个就是这是唯一一个缺憾，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整个底部支撑是比较好的，这个椅子就是它整个框架就是稍微比较硬一点。好，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桌子上，才能根据这个说明书放在一个桌子上，才能把这个椅背给装上。不然的话，你光靠手的去固定的话，其实不太好固定。所以这时候我就把这个之前3个的箱子给摞起来当桌子用。装好之后，其实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直接放在那个气棒上，就直接就可以去相当于装好了上面这个坐垫。然后这就把2个扶手，这个扶手看起来就是塑料的，质量怎么说呢？如果坏了，反正就找宜家去退啊，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它这个螺丝固定的话，如果它根据它这送的这个螺纹扳手的，就是那个小扳手的话，直接就可以装上，也不需要额外的工具。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自己装的话，还是要力气稍微大一点。这个头枕的话，也是3颗比较粗壮的螺丝去固定的，然后这个头枕支持上下跟前后的这个调节，所以这个头枕的支撑性也是比较好的。好，现在看我们做测试一下，感觉基本上这功能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椅子对腰部的支撑是特别好。这期节目也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